大家好，我是议员。我在直播打架的时候，就有不少人问我，珍珠到底怎么样呢？因为在之前其实我已经分享过珍珠的报告了，这里就稍微提一下，珍珠的天赋跟诸葛亮是差不多的，你们照样点就可以了。那么在之前的测试，我得出来的结果是搭配诸葛亮、搭配亚述、搭配尼布，效果会比较好，不太适合搭配海尔曼还有里程碑。并且我在之前也是跟大家讲过，珍珠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一般都是超过2队工兵以上，而且就算是用2队工兵的玩家，也不一定要去觉醒珍珠，你们可以用亚述搭配里程碑，然后诸葛亮搭配海尔曼。今天我所分享的报告全部都是用诸葛亮搭配海尔曼，然后用珍珠搭配亚述。然后今天分享的报告就不分享内容了，因为大多数遇到的敌人呢都是 AB 族王国，我的水晶科技是已经满了。这个是我所使用的装备还有军器，军器我是用楔形阵，因为我是用珍珠做主将的。那这边给大家看的是整体报告对比啊，那可以看到最赚的报告就是刘彻的报告。不过因为我在 KVK 的时候没有去拉动那个报告，所以也不知道上面的报告怎么样。这边我们可以看那个时间还有1分钟，也就是说珍珠的报告下面那些是另外一个阶段的报告，上面才是跟珍珠同一批的报告。可以看到比较赚的报告就是刘彻的报告，再来就是关羽。那我不懂为什么他这里显示是真的其实我是用关羽搭配 CP， 你们可以看我下面点开那个报告就知道了，可能是有系统显示错误吧。再来就是珍珠的报告，最后才是诸葛亮的报告，暂时来看是倒数第2的报告。接着我们看下一份，这一份报告也是跟刚刚差不多，可以看到刘彻的报告是比较赚的，虽然这边我的报告全部都是亏的啦接着是关羽 CP 到珍珠，最后是司机贞德了。 OK， 为什么司机贞德的报告会比较亏呢？因为打野战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骑兵部队跑得太快，就变成骑兵部队冲入敌方的人群之中，就会导致成报告并不是这么好看。但是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其实骑兵的报告一般来说是最好看的。相信这个问题大多数用混兵的玩家都会遇到，就是骑兵跑得太快，然后工兵跑得太慢，就变成你拉扯的时候那个队伍就不是很平均就只有步兵是最稳定的。第3份报告就比较好一点了，这边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打的，这里就出现我前面所讲的东西了，就是骑兵的报告会比较好看一点啦，像霍去病的报告就有 749%， 司机的就比较糟糕一点啦，因为司机有时候他跑得太快，你比较难去控制。珍珠的报告在我这里的报告里面算是排行比较中间吧，不算太差，但也不是特别好。比较好的报告就是霍去病还有诸葛亮，也是我之前一直推荐大家去觉醒的统帅之一。正常情况下，我的工兵搭配里面比较赚的报告一般都是诸葛亮的报告，反而这边报告最糟糕的就是关羽的报告，就连项羽的报告都比关羽好一点点。但是打野战通常有很多不确定性啦，所以这个也不能代表什么东西。下一个就是我录制到的画面了，那你们也可以看到敌人他们用的一些搭配呢都是比较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要给你们看里面的内容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只能给你们看整体报告打得怎么样。这里就直接拉到下面的报告给大家看了。那么显然可以看到报告最糟糕的就是项羽的报告，因为到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我的那个密室已经失效了，原本我是把密室给李成桂换成骑兵了。那报告最好的依然是霍去病还有诸葛亮，司机刘彻到珍珠，最后才是关羽跟项羽，这个也是我在之前跟大家讲的。一般来讲，现在关羽跟项羽的报告都是最糟糕的，我不推荐大家去练，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步兵的报告，也就是关羽的报告，可能在之后朗纳尔出现会有所改变，这个我们在之后再看。所以这边的报告就跟我前面所讲的差不多。你说珍珠好吗？也没有到非常好。你讲它差呢，也不至于差到像关羽项羽的程度。那么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在比较前面的报告，这一批的报告就会比较夸张一点啦。可以看到报告最赚的就是刘彻的报告，接着轮到霍去病、诸葛亮，也就是这3巨头了。我之前推荐大家去培养的，真的我讲的东西都是真的。这3个兵种少了这3个灵魂人物，你什么东西都打不出。然后才轮到关羽、珍珠，最后才是项羽，也是一样，这3位统帅垫底。这一份报告是司机突然被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跑这个报告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报告就好。那也是一样，诸葛亮的报告是最好的，接着到刘彻、珍珠、司机、关羽、项羽。那么为什么没有霍去病呢？霍去病其实有的，但是他在下面，也就等于说霍去病很早就被打死了。一开始被打死的报告就不值得被参考的，所以那个就略过。否则的话，我相信这边报告最好的依然还是诸葛亮、刘彻还有霍去病。
珍珠在这里的报告里面依然还是卡在中间了。然后下面这些报告全部都是我去围殴一些玩家的程式，这个就不做参考了。这里再接着下去比较正常的报告，这里的报告反而变成刘彻最好、珍珠、诸葛亮、霍去病、项羽、关羽，最后才是轮到司机。司机的报告不好看，主要是因为他冲进人群里面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珍珠的报告是往上升了一点点，变成排行第2比较好的报告，至少不是在垫底了。至于我的报告为什么会有阵亡呢？就是我在打野战的时候有人去打我的城市，所以报告才会阵亡，不是我把自己的医院弄爆了。司机的报告就很不幸了，就是被大家围殴，不过还好报告不算太亏啊，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只是比较吃亏的地方在于我在打架的时候有人去打我城市啊，变成我阵亡比较多的部队。至于下面的报告也算是我最后一批的报告，毕竟你们也可以看到直播了，我们这一次打仗的时间真的很少。报告最好的就是霍去病的报告，然后轮到刘彻、司机、诸葛亮、项羽、珍珠，才到最后的关羽。虽然今天主要的内容是讲珍珠的表现怎么样，在我全部队伍里面打的报告怎么样，但我相信同时间大家也是了解到诸葛亮、霍去病、刘彻确实是表现得很好，普遍他们的报告都不会太差，很少会有垫底。至于司机的报告一时好一时坏，我觉得可能要把司机的搭配换一下，不要给他跑得太快的队伍。也是跟大家确认了关羽跟项羽真的不太行了。就像我之前影片所讲的，如果你们为了要出去对队伍，或者是要硬凑一个队伍出来的话，就变成说你有一些队伍的报告不好看，还不如你把那些弱的队伍换掉，换成远程统帅。当然这个赛季我会用项羽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敌人他们一直在跑我们要去追敌人来打，所以就变成我这一次 KVK 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用到远程。然后现在我们讲回珍珠的报告，你们刚刚也看到我所分享的报告了，珍珠的表现其实还可以啦，不算太糟糕，因为还有更糟糕了。但是现在关羽 CP 的报告糟糕，主要是关羽的问题。之后如果是把关羽换掉，变成朗纳尔来替代掉关羽的时候，有可能报告会更好。然后把珍珠的位置拉下去，就变成珍珠的报告可能是我全部报告里面倒数第2或者是第3左右。但是这边我要讲一声，就是项羽其实已经不是我目前会固定使用的队伍了，我一般是用远程的。那各位也知道远程的报告都是600%以上，变成又再把珍珠这个队伍组合再往下拉，有可能珍珠的报告就是垫底的，或者是倒数第2。所以今天我所分享的报告已经很明确的告诉各位了。像你已经觉醒了亚述的话，就直接用亚述搭配里程龟，或者是用回之前的布迪卡吧。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用里程龟啦。但我可以老实说，珍珠是确实比布迪卡还要好的，因为如果像我用布迪卡搭配亚述的组合的话，它的报告通常都是负数的，可能报告就只有50%到80%左右的战损。但我还是建议各位，如果你们想要使用珍珠的话，最好还是使用3队工兵的时候再使用会比较好一点。但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玩家说啊，你给珍珠给关羽项羽的装备军器肯定是不好的。这个是关羽所使用的装备还有军器，而且关羽的装备专属更多，照理来说他的报告应该要比珍珠更好看才对那确实项羽的装备就不太好啊，毕竟是3队骑兵啊，也没有太多好的装备。不过项羽这边的军器本来是有一个专属铭文的，我把它转换成别的部位，然后给其他统帅了。不过确实我诸葛亮的装备会比较好一点的，比较多专属，而且都有觉醒。那军器方面也是不错，但是军器这边呢其实是比珍珠少了一个专精。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其实我的司机它是有2个专属的，但是司机的报告其实也没有像诸葛亮这么夸张，永远都是排第1最好的。而且这个司机的装备军器是我所有的骑兵队伍里面最好的，但是有时候霍去病的报告都比司机更好。这边我分享装备军器主要是告诉各位，虽然装备军器是有影响，但是最主要还是看统帅的技能。如果统帅本身的能力就不好的话，你再给他再好的装备军器也好，他打出来的表现也不会比起那些本来他的技能就很好的统帅。当然今天我所分享的影片呢，也只是给大家作为参考而已，毕竟我在前面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装备军器还有我的水晶科技可能会有影响到报告，不是每个玩家的配置都跟我一样，还有玩家的操作也是会影响到报告。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